程毅这套阵容逻辑，李若彤肯来客串。我先问你一个假设，假如啊，把程毅这个名字从寿晃那张演员表上抠掉，剩下徐峥、袁咏仪、欧阳震华、余文乐、魏诗雅，再加一个据路透要来客串的李若彤，这一整排港圈的名字还立得住吗？我跟你讲，立不住。他会散成一盘各回个家的老朋友聚餐，而不是一部戏。这就是今天我想聊的事儿。宝子们，这期不扒八卦，咱们聊机智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寿晃这剧从头到尾，剧组只官宣了一个人当领衔主演，程毅。其他人呢？一个都没正式官宣。全靠什么？全靠每天掉落一条片场路透。今天欧阳震华自己发博认领，明天徐峥、袁咏仪被拍到进片场，后天余文乐、曾志伟又被路透，观众每天蹲着，不知道今天会开出谁。说白了，这叫盲盒式宣发。你别说，这套玩法背后是有心理学的。人为什么会对开盲盒上瘾？因为奖励是不确定的，你不知道下一个是谁，这种变动奖励最勾人，跟刷手机停不下来是一个底层机制。寿晃把这套用在了阵容公布上，每天给你来一下。行，机制说完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盲盒剧组到底在赌什么？我想停一下，因为这里有个点特别容易被漏掉。你要玩每天解锁大佬这套，有一个前提，硬的不能再硬，中间必须站着一个扛得住的人。所有人都是惊喜，可惊喜的围着一个东西转吧，得有个轴。这个轴就是程毅，他是唯一被官宣领衔的那一个，是把这条港圈盲盒线串起来的锚点。好，接下来我想用一个稍微较真一点的方式来聊，把这事儿当个案子审一审，正反两方都摆出来。先说护程毅这一方，也是我倾向的一方。这么多资深戏骨愿意来，哪怕是客串，是友情助阵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投票。你想想看，前辈的时间和脸面是很贵的，他们愿意为一个项目，为中间那个年轻人站这一次台，这是拿职业信誉在给你背书，这不是钱能简单买来的。那反方怎么说？我先说清楚啊，下面这段不是我的观点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网上确实有一种声音是这样的，说程毅不过是个番位噱头，真正的看点是那一堆港星，一个内地中生代，未必压得住这些老戏骨同台飙戏。这个声音我不同意，而且我觉得他恰恰把因果看反了。你反过来想，如果他真压不住，戏骨们凭什么放心来当彩蛋？魏诗雅在采访里是怎么说的？他夸程毅专业度高，给整个剧组带来满满能量。这是同组演员的现场评价，不是通稿。另外还有一种说法，说他为了林燕婷这个心理侧写师的角色，提前做了不少功课。这部分我没拿到第一手确认，凭印象说啊，你就当个参考。但光是魏诗雅那句评价就够说明问题了。还有那条我特别喜欢的路透，拍着拍着，程毅跑去跟导演告状，说自己被袁咏仪打了，全组笑成一片。你别小看这个细节，一个悬疑刑侦组，题材是绷着的、压抑的，能把片场气氛带得这么松弛，这么有安全感，这在业内其实是这个组运转得很健康的信号。领衔的那个人心态稳、松弛，整个剧组才松弛得下来。所以这个案子，我的宣判很明确，程毅不是被港星撑起来的花瓶，他是那面承重墙。墙要是不结实，上面挂再多大师的话也没用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往里再看一层，因为真正值钱的洞见在后面。我们平时特别爱聊番位，谁一番谁二番，粉丝能吵翻天。但寿晃这个案例告诉你一件事，番位可能是这个行业里被高估的东西。真正稀缺的是另外一样，你有没有资格让比你资历老、咖位不低的人心甘情愿的降咖来给你站台？我给他起个名字叫锚点资格。你品品这个时间点，一整代 TVB 黄金年代的名字，欧阳震华、袁咏仪，还有路透里要来客串的李若彤，那可是多少人心里的小龙女，
他们围着一个内地中生代转，用客串彩蛋的方式给他抬轿。这不只是选角，这是一种代际之间的信任转移。棋盘上，程毅这一步走的是长线布局，他不去争一个番位第一的虚名，而是让自己成为整盘棋唯一的将，所有子力都因他而有意义。这个判断我不敢说100%，凭我看了10来年这行的印象说啊，能站到锚点这个位置的年轻演员从来不多。他拼的不是脸，不是流量数字，是那种别人愿意把信誉压在你身上的东西，而这个东西装不出来。聊到这儿，我必须插一个特别实用的知识点，你今天带走这一个就不亏。怎么区分官宣、路透、网传？这3个词，看剧的人天天见，但很多人分不清，一分不清就容易被带节奏。我给你一个3句话的自检工具。第一句问，是谁说的？是剧组官方账号、主演工作室发的定妆或海报吗？那叫官宣，最硬。是路人在片场偷拍，或演员自己发博认领，那叫路透，可信度不错，但不等于盖章。是营销号写网传知情人透露，那基本就是你懂的，先打个问号。第二句问，有没有可交叉验证的物料？多个独立信源都拍到同一场景，可信度就上去了。第三句问，官方证实了没有？在正式官宣之前，一切都还留着变数。拿这次李若彤举例最合适。目前他加盟是片场路透，加上监制曾志伟在公开场合口头提到若彤，我的好朋友来客串，这2个信源不错，但请注意，截至我做这期，我还没看到剧组发出他的正式官宣定妆。所以负责任的说法是路透显示监制口证的客串，而不是官宣主演。你看，就这一个区分，能帮你躲开一大半的 showbiz 谣言。下次再看到某某加盟某剧，你先过一遍这3句，就知道该信几分。行，最后说说我的预测，但这一面我今天先不全讲。我赌涉黄真正的炸点不会是哪个港星彩蛋，而是程毅这个林燕婷，一个会心理侧写还得动手格斗的复杂角色，很可能成为他一个新的转折点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里面还有一层跟内地中生代集体转型有关的东西，我留到下期专门讲，那个角度一直没什么人提，但我更想听你的。这期我不给你选边站粉圈，我给你选一个观点，一个演员能成为锚点，你觉得主要靠的是他自己的实力，还是恰好赶上了港圈资源南下、代际交接的这个时机？实力派还是时代红利？评论区聊，我一条条看。宝子们，喜欢程毅的，其实心里早有答案了。有些坚持和专业，不吵不闹，但懂的人自然懂。这期就到这，咱们下期见。百花影后开口夸程毅、魏诗雅这段话，同样一句他很专业，能差出多少钱？我说的不是虚的啊。你想想看，同样这4个字，从一个路人嘴里说出来，价值基本是0，就是社交客套，听过就忘。可他要是从一个刚刚被整个行业盖章认证过的人嘴里说出来，那分量完全是另一个量级。宝子们，这中间的差价可能比你想的大得多。我最近就琢磨出个事儿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今天就想跟你们好好唠唠这个。先把事情本身说清楚。魏诗雅，刚拿下百花奖的那位，在一段采访里主动而且挺具体的夸了一次他的合作对象程毅。注意啊，不是那种客客气气走过场的套话，不是合作很顺利谢谢大家那种，是带着细节带着具体感受的。这个采访的具体出处我得先打个预防针，我这视频看到的整理来说的，原始出处这块我保留意见，你们别100%当真。如果有更准的信息，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下期补上。好，那表面上这就是一条影后夸了程毅的新闻，搁热搜上你滑过去也就3秒钟的事，但你要是只看到这儿，就把最关键的东西给漏了。说完表面这层，咱们往里再看一层。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谁在夸比夸了什么更重要？这里有个行业里挺硬的概念，翻译成人话就是可信度加权的背书。啥意思呢？
就是一句评价的真实分量，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内容，你得先给他乘上一个系数，说话人的身份权重。内容一样，权重不一样，最后的价值天差地别。你就品品魏诗雅这个时间点有多妙。他是在刚获百花奖之后说这番话的。百花奖是什么？那是行业和大众都认的正统奖项，不是随便一个网络投票。也就是说，在他开口夸程毅的那一刻，他自己刚刚被这个行业郑重盖过章。盖的是什么章？盖的是这个人的专业眼光、专业判断，是可信的，是够格的。所以他这个时候的权重是被顶到高位的。我给你换个说法，你就懂了。同样一句程毅很敬业，从一个没什么代表作的人嘴里出来，那是应酬，是抬轿。可从一个刚刚捧回影后奖杯的同行嘴里出来，他的性质就变了，他变成了一种专业背书，一种我以我刚被认证的专业眼光为这个人的专业性作证的东西。这就是那个差价真正的来源。这个判断我倾向于这么看，但不绝对啊，你们里肯定有比我懂行的，我这是抛砖引玉。但话说回来，如果只是一个影后随口夸了一句，说实话，我还真不至于专门开一期来讲。真正让我觉得值得掰开揉碎的地方，其实在后面。因为据我看到的整理，魏诗雅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评价程毅的人。你把之前零零散散的信息拉到一起，摆在一块看，文海、袁咏仪，再加上现在的魏诗雅，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。这几个人身份不一样，合作的项目不一样，彼此之间也没什么利益捆绑，没什么关联，可结果呢？他们在描述程毅的时候，指向的画像高度一致，认真、敬业，对专业的东西较真。别小看这个一致，他在判断信息真伪的时候，分量真的很重。为什么？我给你讲讲这里头的道理。单一信源，它可以是人情，可以是宣传口径，可以是一次性的客套，你没法排除它有动机。但是当多个互不相干的信源各说个话，最后却指向同一个特质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在概率上就非常难造假了。这在证据学里有个说法叫交叉验证。搁咱们这个事儿上，翻译过来就是程毅身上这个敬业的标签，它不是某一个人给他贴上去的评价，而是好几拨人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现场，各自独立观察之后，不约而同得出的同一个结论。这个含金量跟单方面夸完全不是一回事。而且这里还藏着一个心理学上的小反差，我觉得特别值得单拎出来说。我们一般人的直觉里，专业度极高和性格好相处这俩东西是有点天然冲突的。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因为专业到极致的人，往往对细节死磕，对标准较真，而较真这个事，很容易带来紧张感和压迫感。片场压力本来就大，人一较真，那个氛围，那个脾气，你懂的，很容易就上来了。所以严肃对事和温和对人这两样，能稳稳当当同时长在一个人身上，其实是个相当稀有的组合，是个 combo。而多个同行反复提到诚意的时候，恰恰指向的就是这个双重画像，活上一丝不苟，一点不含糊，可人呢，又让大家觉得舒服，愿意跟他共事。这么一个不太容易共存的 combo， 能被这么多互不相干的人不约而同的记住，还主动拿出来说，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东西。它说明这不是装出来的一时状态，而是一种稳定的、经得起长期近距离观察的职业底色。说到这个，我得再往下补一句，顺着这个思路，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角度。咱们平时夸一个演员，习惯性的就是夸演技、夸颜值，对吧？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？同行在提到诚意的时候，经常会冒出来一个词，能量，片场的能量。这个满满能量，我知道很多人当成客套话就划过去了。但我跟你讲，从剧组运营的角度看，它根本就不是客套，它是实打实有价值的东西。我给你拆解一下这个逻辑。一个剧组动辄几十上百号人，一天的拍摄成本是很吓人的，时间就是钱，进度就是钱。在这么高压、
这么烧钱的环境里，主演的状态会像水波一样，直接传导给整个团队的节奏和情绪。一个能稳住场子，能带动气氛，能让大家状态在线的主演，他客观上是在帮整个剧组提效率、保进度、降内耗的。所以你把片场能量这个词从夸奖的语言翻译成运营的语言，它其实是一种资产，一种看不见但实实在在能影响生产效率的软性资产。一个剧组愿意反复跟一个人合作，往往不只是因为他戏好，还因为跟他合作省心顺，不出幺蛾子。换个角度看，这恰恰说明了诚意的价值，不只停留在镜头前的那几个高光镜头，还延伸到了镜头背后整个协作体系里。这个层面的价值很少被观众看见，但业内人心里门儿清。这个道理，说实话，我也是最近才真正想明白的。还有最后一层，也是我个人觉得含金量特别高的一个信号。据整理，魏诗雅在采访里还提到了诚意带动文旅的号召力，就是受谎相关的那种因剧生旅的效应，一部戏火了，取景地跟着火，观众追着剧去打卡。具体的取景地信息我这块也标个保留，怕记差了。但你先想想这个确认的角度有多特别。以前咱们说一个演员有号召力，能带动旅游，说这话的通常是谁？要么是粉丝，要么是文旅部门。可这两方说白了，立场上都是带动机的，粉丝有爱豆滤镜，看什么都好，文旅要的是宣传效果，自然往热闹里说。所以这两方的话，你得打个折扣听。可这一次不一样，这次是一个合作过的同行主动提到的。他既不是诚意的粉丝，也不是哪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，他没有任何理由，也没有任何义务要专门替他刻意去吹这个号召力。所以这一层相当于给诚意的文旅号召力这件事加上了一个更独立、更没有利益关系的观察视角。你细品，这个信号比粉丝自己在评论区喊100遍都要来得实在，来得可信，因为它来自一个没理由夸你的人。好，聊到这儿，我想给你留个能实实在在带走，以后能反复用的东西。以后你在刷到某某夸某某上热搜的时候，先别急着感动，也别急着划走，你就静下心问自己3个问题，这条夸赞的含金量立刻就见分晓了。第一个问题，谁在说？是路人，是营销号，是无关紧要的宣传，还是业内真正有分量的人？第二个问题，他有没有资格说？这个太关键了。一个刚拿了正统奖项的同行和一个跟这行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就算说的是同一句话，权重也是天差地别的。第三个问题，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说？记住，一个人说，那叫观点，可以有偏差，好几波互不相干的人都这么说，那就更接近事实了。你把这3个问题套到魏诗雅夸诚意这件事上，会发现3条基本都对得上。说话的是业内的人，是刚被行业盖过章的人，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说。3条全占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，这次这句夸含金量真的不一般。往后你再看到任何一条夸赞热搜，就知道该盯着这3点看，而不是只盯着到底夸了啥。这个判断工具不光看娱乐圈能用，你看很多别的领域的评价、推荐，其实都是这个理儿。行，那咱们绕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句夸到底值多少钱？我现在的答案是这样的，一句夸它本身可能一文不值，轻飘飘的，谁都会说，但是当它来自一个刚刚被行业认证过的人，来自不止一个各自独立的声音，还愿意主动确认你号召力的同行的时候，这句夸它就成了别人拿钱都抢不来的东西。而诚意这次收到的恰恰就偏向这最难得的一种。那最后我想把问题抛给你们，你觉得真正决定一个演员长期口碑的，到底是作品硬实力说了算，还是同行之间这种口口相传、日积月累的评价更关键？这2样你更信哪一个？评论区聊聊呗，我是真挺好奇你们怎么看的。懂诚意的人一直都懂，而这种被同行反复看见、反复印证的踏实，我相信时间自会替他说话。
今天这期就唠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见，宝子们。